娘娘，四爷明日登基之后，您就是皇后了。是啊，也不枉本宫从先帝的秉笔女官陪着皇上走到现在。皇上，你是疯了吗？你想杀了我？做朕的皇后，你也配？皇后，你别怪我，朝堂上的事儿你管得太多了，6部几乎都是你的人。朕明日登基，朕想要纳妃，6部都要经过你的批准，朕才是皇帝。陛下，臣妾从未有过此等念想。事到如今还在狡辩。知道为什么朕之前处处忍着你吗？太白惊天，上官秉笔，居中配给，化育乾坤。什么意思？你猜父皇当年为什么要让你在我和14弟中间选一个人？为何？因为这句慎言，上官当时是父皇的秉笔女官，化育乾坤，谁娶了你，那谁就是储君。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是为了这个？不错，我现在看到你，觉得你恶心。那你就一剑杀了我。杀了你，我要慢慢折磨你，看你怎么化育乾坤。皇后，赏给你们了。顾时宴，顾时宴！我靠，这就是男频的真人互动游戏，不给我们女主当人是吧？什么垃圾制作团队！行，必须给这游戏一个差评，玩的真憋屈。内部文档，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游戏的源代码。行，既然有这个代码，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黑客界的严父，游戏界的祖宗。我就改个代码，这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国内吗？少华呀，你在朕身边已有3载，朕听闻你与魏王似有交情，朕今日做主，将你许配给魏王。我这是穿越到游戏里来了，系统呢？金手指呢？我去，一个都没有！你让我自己玩，该死！早知道写代码的时候就安排系统了。儿臣谢过父皇。等等，请陛下收回成命。少华，不许胡闹！父皇金口已开，岂能说改就改？那陛下的威严何在？靠！我怎么跪下了？这死腿不受控制啊！陛下，臣不想嫁给魏王。魏王，游戏里的凤凰男，靠女人吃饭的白眼狼。这一次，我要当女王。那你想嫁给谁？晋王。郡王，少华，莫要开玩笑。14弟懦弱无能，实非明智之选啊！废话，要是再选个腹黑男，岂不是又是男频游戏？我怎么当女皇，称霸天下？宫中何事？殿下，上官学士想嫁给您。哼，有趣。父皇，14弟常年缠绵并处，太医调理多年，亦未见详化，大婚恐伤其根本。顾时宴，你急了，老娘今天就是要彻底掀翻你的盘子。陛下，魏王殿的文韬武略，乃是大景的肱骨之臣，朝中仰慕魏王风采的世家贵女数不胜数。臣女资质平庸，能在御前侍奉陛下，已是几世修来的福分。晋王殿下身子材弱，鲜少参与朝政，身边正缺一个知冷知热的贴心人。臣女若能侍奉左右，即可全了魏王殿下广纳贤内助的宏图，亦能带陛下招抚体弱的14殿下，尽一份为人臣子的孝心。此乃臣女最大的私心，求陛下成全。好一个替朕照拂体弱！老四，既然少华丫头心思不在你身上，强扭的瓜也不甜。老14冷清了太久，也是时候找个人冲冲喜了。
传朕旨意，封上官少华为晋王妃，则即日完婚。儿臣遵旨。顾时宴，游戏里让你当千古一帝，在我的游戏中，我让你活不过3集。这个贱人，居然最后选了晋王，哼！之前还在本王面前装什么深情？这乃皇家的婚事，恕老臣不能多言。如今上官少华这条线断了，往后在朝堂6部之中，要靠相爷多多提醒。魏王殿下折煞老臣了，殿下文韬武略，老臣自然愿意为殿下效劳。只是圣上现在未立储君，朝中文官集团大都在观望，老臣若是没有个名正言顺的由头，实在不好出面替殿下联络诸位同僚啊。只要相爷愿意倾尽文官集团之力支持本王，本王便去向父皇求旨，将本王的亲妹妹朝阳公主送进相府给相爷做田喜。朝阳公主乃是金枝玉叶，老臣怎敢高攀？相爷不必推辞，朝阳虽是公主，但能嫁给相爷这样的社稷重臣，那是她的福气。老臣叩谢魏王殿下。原来这个游戏的底层代码里，居然还藏着这段恶心的隐藏剧情。顾时宴为了拉拢这个能当他爷爷的老王八蛋，竟然亲手把自己的亲妹妹当成筹码送出去。去他的封建父权，连公主都逃不过被当成牲口交易的命运。之前玩游戏的时候，怎么也救不了公主和他的情人。这一次，既然我接管了代码，我就必须救。顾时言，臭老头，你们2个老狐狸就等着吧！朝阳公主，我保定了。老四，朝阳可是你的亲妹妹啊！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父皇，事关皇家血脉与大景颜面，儿臣不敢不报。说，六妹朝阳私下里与一个名叫江流的贼妃有染。那江流表面上虽考取秀才功名，可儿臣暗中彻查，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盘踞在青云山上的山贼首领。公主，你爸和你哥在商量将你卖给老头呢。大胆！什么人敢冲撞公主？参见公主。何事如此惊慌？这吞吞吐吐。算了，前朝的事儿我也不太关心。小莲，扶本公主回宫。魏王殿下准备将公主许配给丞相。你说什么？混账！堂堂大景公主竟与山贼苟合！父皇息怒，朝阳做出此等失德之事，污秽皇家血脉。若任由流言传开，我大景皇室将沦为天下笑柄。你该如何处理？丞相虽年事已高，却是我大景的肱骨之臣、文官之首。只要将朝阳赐过去做田房，既能彻底封锁众人，又能替父皇稳固相府与满朝文武的心安。传朕旨意，腰斩江流夷3族，赐朝阳与丞相即日完婚。父皇，不要！儿臣不嫁！父皇，求你不要杀江流，儿臣也绝不嫁给那个半截入土的老头子。谁让你来的？父皇，你不是向来最疼爱朝阳的吗？朝阳的所有请求，父皇都会答应。那朝阳求父皇成全我和江流吧。还在这儿胡闹！少华，陛下，把公主带下去。父皇，明明有那么多条路，为什么非要选择一条让我最绝望的？就为了所谓的皇家血脉，就为了你身为帝王的尊严？放肆！你就是这么跟父王说话的吗？杀了我此生最爱的人，你又算什么父亲？朝阳，你为了一个下贱的平民忤逆父皇，实在是不堪啊！四哥府中娇妻美妾无数，平时送给各个大臣的平民女子又有多少？还有出入烟花场所又有多少？你身为皇子，难道就没有觉得不堪吗？你，父皇，我只要江流一个人而已。够了！身为公主，说这种话不嫌害臊吗？害臊！父皇抢了多少大臣的妻子纳入后宫，又有多少平民女子被你强取豪夺来的？还有你的弟妹、嫂子，你把她们收入后宫时，
些年对你的宠爱算是白费了。宠爱？你宠爱的是那个听话的公主，在皇家威严和重臣情谊面前，父皇最先舍弃的便是我。此事不容在意。朝阳公主禁足至大婚当日，带下去。别碰我！父皇，如果母后在世，绝不会这么对我。这件事之后，公主死在了那个所谓的皇家颜面朝堂政争中。在这个封建的统治之下，人人皆是囚徒，人人亦皆是刽子手。不对啊，我选错了，我就不信了，再试一下。上官学士，我求你救救江流。公主，我可以帮你救江流，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父皇的内生人，你一定有办法的。那你等我。我全试了一遍就被刺死了，就不能让两小只在一起吗？什么傻逼游戏啊！上官学士，可否上来一叙？顾修姐，她怎么过来了？父皇的圣旨已经下了，你何必去趟这趟浑水？浑水？殿下觉得这是一趟浑水，可在我眼里，这是活生生的一条命。为了一个注定要被皇室舍弃的妹妹，值得你押上戏？男人们执掌乾坤，视女子如草芥筹码，但女子生来不是你们夺权的筹。哼，有点意思。海福，调动府里的暗卫，秘密保护上官，哦不，14王妃。遵旨。公主，我帮你救江流。你帮我？父皇已经下旨，你如何能帮我？公主，请信我。为什么？因为我看不惯男人们把持朝堂，便以为可以随意主宰女子的生死。可凭什么？女子生来不是任何人的筹码。只是我今日救你，不知道是对是错，日后的路该怎么走，得靠你自己。魏王啊魏王，你当真是朕的好儿子啊！私吞北方3年防卫银两，甚至在青云山暗蓄私兵。传朕口谕，魏王禁足1个月，发疯半年。狗皇帝还真是偏心，对待女儿这么狠，儿子犯这么大的错，才这点惩罚。陛下，大事不好了！六公主府突发漫天大火，大火烧了整整1夜。六公主她怎么了？薨逝了！什么？朝阳他？陛下晕过去了，快传太医！四哥勾结朝臣的密折，是你在父皇重病前呈上去的。朝阳坊上的那场大火，也是你帮他放的。殿下觉得我是个怎样的人？好茶就得慢慢品，茶虽然香，但所受的煎熬只有自己知道。本王还有事儿，上官学止可以随便转转。谢谢。照顾好自己。少华，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你是不是带来了父皇的口谕？他其实是在暗中保护我，对不对？别用你的脏手碰我，我就是来看看你死没死。为什么？你不会真爱上小14了吧？那个病秧子能给你什么？只要你帮我拿到储君之位，大景皇后的位子便是你的。大景皇后，顾时言，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配吗？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当牲口一样拿去卖，也配坐那把龙椅？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夺取天下哪有不死人的？你大胆！就这么大胆，怎么了？有本事杀了我！我是皇子，你别太过分！皇子是吧？过分是吧？你被禁足了，谁来救你？我今天非打死你！停！你能先告诉我一下，为什么打我吗？不为啥，我看见你这张脸就来气。这么恶心的手段，你是怎么当上皇帝的？我呸！上官韶华、老14，还有老东西，你们都在逼我！等本王这禁足结束，本王定要血洗皇宫，亲手杀了你们！夜深路重，魏王府的茶可还合14王妃的喉口？本王在这里等了学士许久，不知道本王现在是否有这个荣幸送我未来的王妃回宫？
四哥就算被父皇禁足，他背后也有世家撑腰。上官学士此举，是否过于冲动了？行了，靖王殿下，这里又没外人，我是你未来的王妃，干嘛这么说话？本王不明白上官学士的意思。装什么腹黑男？不参与朝堂争斗，暗中培养势力。陆秀锦，你骗得了皇帝和顾时夜，你觉得你骗得过我？你究竟是谁？查这些，你到底想得到什么？知不知道，光凭这几句话，本王现在就可以掐死你。杀我，你舍得吗？既然你的野心被我撕开了，做夫君的总得收下王妃的一点心意。这是什么？我有件礼物要送给靖王殿下。什么？我要送给殿下一顶白帽子。白帽子，王家白氏，这女人疯了吧？你父皇病重，马上就来传唤你和你四哥了，你好好表现吧。你今日都不曾回宫，你怎知？殿下，宫中急报，命您速速入宫。老十四真的身子快不行了，这大景的江山，你觉得该交到谁的手里？父皇万岁，千万别说这种丧气话。儿臣体弱多病，连自保都难，儿臣什么都不要，只想每天给父皇侍奉汤药。若朕非要给你呢？儿臣无能，担不起这万里江山啊！四哥文韬武略，儿臣甘愿一辈子辅佐四哥，求父皇成全。退下吧，懦弱无刚，不堪大用。传魏王。父皇，儿臣知罪。儿臣不该私取私兵，惹父皇动怒，儿臣罪该万死。老四，你向来做事心狠手辣，朕若把江山交给你，你会怎样对你的弟弟们？比如说晋王。儿臣若登基，文武百官谁敢不服？外敌谁敢侵犯？至于14弟，他懦弱无能，对儿臣毫无威胁，儿臣多给他开府建地，护他一生，又有何难？若父皇不信，儿臣在此发誓，儿臣100年之后定当杀了我儿子，位于晋王。其实你当皇帝比晋王好。尼玛，这货是外星人吧？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难为你了，退下吧，朕想清静清静。少华呀，臣女在。你在朕身边已有3次，刚才老四和老十四的话你都听见了，依你看，立谁为太子好一点？陛下，魏王方才发誓，100年之后当杀子传弟。虎毒尚且都不食子，可见魏王的狠心啊！陛下，臣胡乱猜测，还请陛下恕罪。召所有王公大臣、诸位皇子，即刻进宫。众爱卿，今日由内侍人代笔，立下储君遗诏。父皇，父皇，您龙体要紧，万不可为了朝政再忧思过度啊！儿臣只要父皇平安。大景江山，传谕于14皇子。等等，谁听清了？皇上驾崩前说的到底是4皇子还是14皇子？闭嘴！父皇向来深知本王手腕雷厉风行，自然是4皇子。14弟体弱多病，懦弱无能，他凭什么担此大任？我也听清了，是4皇子。没错，是有个4。
但是不是4皇子，是14皇子。胡说！我听得清清楚楚，皇上说的是4皇子，不是14皇子。4皇子，14皇子，4皇子，14皇子，你胡扯！你放屁！够了，别吵了。父皇刚刚去世，尔等如此吵闹，成何体统？四哥，父皇没了，你我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臣弟不愿兄弟相残，还请皇兄荣登大宝。众卿看见了吧？这样一个废物也配执掌大景？魏王殿下暂且安奈，传位大事还需听代笔起草遗诏的女官如何说。上官学士，陛下驾崩前可否留有遗诏？我们一查便知。哈哈，少华，父皇说的是本王对不对？皇上说的是处死4皇子。上官少华，你满口胡言！你分明是公报私仇，你这是假传圣旨！上官学士，如此无客之谈，你无凭无据，在天子灵前信口雌黄，你这是谋逆！先帝遗诏在此，玉玺大印俱全，谁敢说是假传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4皇子顾时彦无德无行，残害同胞，即刻硕夺爵位，打入大牢，赐舅舅一杯。丞相结党营私，乱政祸主，即日革职查办，罢黜还乡。朕之位将传于14皇子顾修瑾，钦此。来人，将2人押下去。放开本王！上官将军，顾修瑾！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少华，我们终于可以携手并肩，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天下。那就请陛下抓紧臣妾的手，共享江山。顾修真，我要的是独享。陛下，边关800里加急，顾时彦和费丞相暗中勾结，引高丽国10万大军，如今已经大境压境了。逆贼，简直无法无天！传朕旨意，立刻调集3军。陛下不可啊！您刚登基，国库空虚，此时开不仅毫无胜算，更是动摇国本啊！高丽军队兵强马壮，魏王更是久经沙场。依臣之见，此战绝不能打，唯有割地求和，方能保我大境平安。皇上，保重龙体啊！混账！贼寇都打到家门口了，尔等竟然让朕割地求和！陛下，忍一时风平浪静，此时不打才是万全之策呀。为何不打？延英殿是议政的圣地，后宫不得干政。朕让他来的。陛下，娘娘不过是一介妇道人家，懂什么兵戈战士？若是执意开战，导致京师失守，这责任谁来担？妇道人家，我看你们这些跪着求和的软蛋，连妇道人家都不如。皇后，陛下，何谈才能保全大景？若战必亡。曾经有位伟人说过，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今日割地，明日求和，用不了多久，高丽的狗贼就要坐在这延英殿上了。好一个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欧阳公主，你竟然还活着！当初若不是你任性妄为，先王怎会急火攻心？如今新皇登基，你一个早该暴毙的公主突然现身，你欲何为？放肆！敢如此跟大长公主说话，你是想造反吗？辟姬私臣，这是要亡国的先兆啊！
大景的律法哪一条写着皇家公主不能进这延英殿？先皇是被顾时宴通敌卖国逼死的，你们不去找叛贼算账，却在这儿讨论女子是否可以干政，这就是我大景的文官吗？穷酸腐儒，有你们在，大景何愁不灭？观众朋友们，看到没？这就是我带出来的兵，多有实力！大长公主言之有理，我看你们这群遇到外敌就只会跪避求爷的窝囊废，才是大景的亡国之兆。你们两个妇道人家，竟敢在殿上指手画脚！今日谁敢再言割地求和，就是通敌的同谋。高丽蛮夷都打到大门口了，你们还要在这里讲男女之非？有能耐你们提刀上阵，没能耐就把嘴闭上。朕说了，这一仗必须打，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这个位置朕让给你来做？陛下息怒，臣等绝无此意。陛下息怒。传朕旨意，着皇后与昭阳长公主赐天子剑，带朕亲赴前线督战，抚慰三军。启禀皇后，京郊大军骚乱突起，不少将军不顾军纪不肯向前。带头的人是谁？禀殿下，是武安侯的儿子谢远京。兄弟们，他一个只会在后宫享清福的女人，屁都不懂。还想指挥我们打仗？是啊，他张嘴便让我们背井离乡。就是，老子不干了！咱们拿性命掺和皇家的事儿，有必要吗？对，就是，没错，他们才给我们发几个子儿啊！就是不干了。这仗要打，就让他那个女人自己去打吧。放肆！见到皇后还不速速行礼？我等有甲胄在身，不便行礼，还请皇后恕罪。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谢远近。哼，没错，长得确实油头粉面的，不像个将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打仗之前先梳妆打扮了一番呢，穿上女人衣服倒是比朝阳还要美几分，对吧？朝阳，去找一件粉色的衣服，给谢将军披上。是，皇后娘娘。皇后，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要杀便杀。这可是你说的。来人，带下去，军法治。上官少华，你不得好死！刚刚不是还叫得挺欢吗？怎么现在一个个都变成哑巴了？娘娘饶命，臣等是一时糊涂，受了谢远京的蛊惑，求娘娘开恩，臣等绝不敢谋反。要我饶了你们，倒也不是不行。不过呢，高丽大军压境，顾时让通敌卖国，本宫今日在这里立下军令状，活捉顾时让者，赏黄金万两，封万户侯，福印3代。不过这黄金万两万户侯的爵位可只有一份，你们谁先活捉了魏王，这富贵就归谁。娘娘放心，臣现在就带兵当先锋。放屁，老子才是先锋！兄弟们，拼了！活捉顾时宴，活捉顾时宴，封万户侯。瞧，这不就愿意打了吗？还是你损，让他们自己去争，连督战的力气都省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士。上官少华这一招2桃杀3士，让大景将士彻底红了眼。仅仅2个月，叛军土崩瓦解。相爷，当初你大喜过望，急着要纳我做田房，本公主今日特意穿了这身大红喜服来看你，你怎么不敲锣打鼓，八抬大轿来迎亲？公主饶命，老臣绝无此意啊！当初都是魏王逼老臣的。老匹夫，明明是你垂涎朝阳，主动答应助本王夺嫡，你敢反咬一口？四哥，拿亲妹妹的命去换百官之首的支持，这笔买卖你赚了吗？成王败寇，你少在这里假惺惺。2个月不见，王爷怎么混成这副得当了？身上的香水味没了，
倒是一股馊味。你少在这里小人得志！上官少华，我之前那般对你，在你眼中不过是可以利用的筹码。你这样的人永远不配被人真心对待。那又如何？没有真心就没有软肋。不过王爷，有一点我得纠正你，这次能活捉你，可不是大景的将士有多神勇，是你的亲信副将为了那万两黄金和爵位，趁你睡觉的时候，亲手把你绑了送过来的。顾时宴，你机关算尽，最后却败在了一堆金子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高丽退兵了，陛下心情好，法外开恩，谋逆的死罪只需要一个人的人头来抵。这把刀，谁先捡起来杀了对方，谁就能活。好东西，把命给本王！殿下，老臣不想死，你去死吧！老匹夫，我杀了你！走吧，狗咬狗一嘴毛，没什么好看的了。这一刻，朝阳报仇了。于古代女子而言，挣脱枷锁的必经之路，便是那至高无上的皇权。可现在所做的远远不够。娘娘息怒，你这是干嘛？奴婢不知做错了什么，让娘娘如此动怒。别养成动不动就跪的习惯。这样，你去拿点车厘子、榴莲、草莓，咱俩来一起下盘棋。娘娘说的这些是什么啊？忘了，这个朝代根本没有这些东西。这破游戏通关不了，老娘就回不了家。那你告诉我有什么？有柿子、枣子，还有桂花羹、莲子粥、云片糕。停，都是一些好无聊的东西。参见大长公主。起来，下去外面候着吧。没有我和皇后的命令，谁都不要放进来。是。姐姐，你怎么来了？皇后娘娘，这是何意？为何唤我姐姐？你比顾修还大呀，我都嫁给顾修静了，肯定叫你姐姐啊。皇后，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要解放天下女子。女子凭什么一生都要被困在厨房那下方寸之地？我想告诉世人，女子也可以读书、建功立业、保家卫国。女子也可以有精彩的人生。是啊，世人将书中之言视为王法，却令天下女子带上重重枷锁。多少女儿志埋没在后宅之中，皇后此举可救天下女子。娘娘，殿下，陛下，陛下他。皇上，臣妾来了。少华、朝阳，你们来了。皇兄，太医都在，你撑着点儿。海父，带所有人退下，守住大门，谁也不许放进来。是。少华，朕没用，不能陪你走下去，去创造我们的天下了。这一晃，我们走过了那么多又短暂的路，朕先走一步，留你一个人。你不要怪朕，朕知道你的抱负很大，你的野心也很大。我的爱在你看来或许不值得一提。我知道我走之后，你一定能将这片江山治理好。遗憾的是，咱俩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想将皇位传给17弟，你和朝阳一定要好好辅佐他。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有没有爱过我？皇上，你醒醒啊！皇上，你丢下臣妾一个人该怎么活啊？狗男人，知道我抱负大，将皇位传给一个8岁的孩子，装什么？先帝驾崩，国统在上，臣请太后交出传国玉玺，改由宗室亲王代为摄政。先帝刚走，尸骨未寒，太尉就急着来抢玉玺。臣是为了大景的社稷。大景立国200年，从未有过女子把持朝政的先例。女子执掌乾坤，乃是米姬司臣，国将不国。太后与长公主若强行干政，满朝文武不服，天下文人不服。女子干政，国将不国，请太后交出玉玺。太尉口口声声大景社稷，2个月前高丽蛮夷打到家门口时，
你带头跪在地上要割地求和，那时候你怎么不谈大景的设计？长公主，妇道人家懂什么朝门冤令？朝堂议的是治国安邦之策，不是你们后宫争风吃醋的手段。若让女子批阅奏折传出去，大景朝廷将沦为天下各国的笑柄，臣绝不退让。妇道人家，你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男人，打仗打不赢，守国守不住，遇到外敌吓得尿裤子，面对女人倒到挺直了腰骨。太尉，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龙椅上坐着的是先帝选的嫡系。本公主与太后亲自督战，3军归心的10万凯旋精锐，此刻就驻扎在京郊。太尉既然觉得女子不配治国，那现在就去京郊军营，问问那10万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士，看看他们手里的刀，服不服你这个大景的老臣？玉玺就在这里，今天谁想要，谁就上台阶来拿。今年北方旱情初解，各州府正调集粮草，微臣叩请朝廷开仓赈渡，以稳民心。启禀太后，皇上在朝堂之上如此失德，不敬社稷，皆因后宫女子把持政务，导致朝堂阴气太重，败坏了天子的正德。恳请太后闭门思过，莫要再误导天子。请太后闭门思过。太傅大人，太傅执掌皇家书院，每月领着朝廷万两俸禄，负责教导天子的礼仪与德行。如今皇帝在朝堂上宛如街头顽童，太傅不仅不加规劝，反而作弊上官。哀家倒是想问问，究竟是太傅无能教不好天子，还是太傅故意包庇，想把大景的天子养废成一个听话的傀儡？太后慎言，老臣为人师表，问心无愧。天子失礼，分明是后宫频繁插手政务，分散了天子的精力。太傅少在这里倚老卖老，推卸责任。天子失德，就是为人师者的死罪。既然你教不好天子，那就说明你这双眼睛、这个脑子已经不适合留在朝堂上。传哀家懿旨，即日起剥夺太傅所有爵位，罚跪在太极殿外的风雪中闭门思过。何时天子学会了礼仪，太傅何时再起来？启禀太后，各州府正调集粮草，微臣叩请朝廷开仓赈渡，以稳民心。皇上，快传太医！立刻退朝，宣所有太医去蓬莱殿救驾。禀太后，皇上这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剧毒已经攻心，无力回天了。这毒是不是你给的？我有病呢！我这个时候给他下毒，不就相当于公之于众，告诉天下人是我把孩子害死了？那能是谁？刚才太医说了，这毒是从你送来的御饭里验出来的。栽赃嫁祸懂不懂？这帮没脑子的封建老头，除了玩这招恶心人，还会干点什么？老娘要是想做那把椅，直接用京江的10万大军横推过去就行了，犯得着背个杀儿子的恶名？有道理。那昨晚负责端当朝的那几个太监和侍卫，绝对出了内鬼。管他是谁，拿个小孩子的命来做句鹦鹉，老娘这次非把他9族都给连根拔了！启禀太后，长公主，太尉大人到了。太后娘娘，老臣搜查各个宫殿，在您的甘露殿、梳妆台下搜到了这瓶见血封喉的剧毒，人证物证俱在。皇上就是被你这个居心叵测的皇嫂毒死的，你还有何话可说？我的胡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个妖后！妖后，我呸！老娘要是下毒，会把罪证留在自己家里，专门等大清早你带人来搜吗？还有，这药在太医院绝对能找到治愈。我要不要现在把所有的太医都叫过来，挨个查查，看看是不是刚好有一个太医在昨晚因病此刻还乡了？你咋知道的？网络大女主宫斗剧，老娘现在都看了800遍了。你这套路太小儿科了吧？这么喜欢玩宫斗的阴暗手段是吧？行，老娘今天就成全你。来人，将太尉给老娘送到健身房去，告诉里面的公公，
多挖几次毒药进境，然后扔出宫去，永不录用。上官树，我是3朝老臣，你敢阉我？放开我！太尉府主，新帝驾崩，大景社稷不可一日无主。微臣率满朝文武，叩请太后脱去素服，登基称帝。叩请太后登基称帝。荒唐！大景立国200年，自古以来就从未有过女子称帝的先例。哀家是皇嫂，即便要选新帝，也应当从顾氏皇室宗亲中挑选一位贤能之人继承大统。太后有所不知，皇室宗亲早就在连年内乱与高丽战火中凋零殆尽，如今活着的全是一群只知吃喝玩乐的无能草包，根本无人能担此重任。既然宗亲无人，昭阳，你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身上流着和先帝一样的血，这个皇位由你来做，最合适不过。太后折煞我了，我资质平庸，无半分才能，大景的江山，除了太后，没人撑得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要陷哀家于不义吗？叩见吾皇，吾皇万岁万万岁！叩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这帮人可真是害苦了朕啊！给皇上行礼。参见皇上。平身吧。皇上，这第一个是赵国公家的小儿子，身高8尺，体魄健硕，就是皮肤稍微黑了点儿。我操，黑皮男大体育生，这大胸肌，老娘直接嗨，我喜欢。不错，先退下，下一个。这第2个，李公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个远近闻名的风流才子，就是性子有些温吞。反差萌，纯情小奶狗，这个也行，老娘今晚就要翻他的牌子。那第3个呢？他有什么特长？风公子，他长得倒是貌美如花，还有什么？朕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快说！还有，听闻他曾在家乡以一群阴官同乐而行。我靠，漏买！这才是我们这些穿越大女主该干的事儿。之前给我累死。烫死老子了！皇上，千错万错都是陈氏的错，是陈氏自己没站稳。您千万不要责怪赵哥哥，赵哥哥绝对不是故意用身体撞陈氏的。这就宫斗上了，谁能赢呢？李贵人，是你他妈自己往我身上撞，你还恶人先告状！就这，男人的宫斗智商就这么点儿吗？来人，把这2货给老娘按在汉白玉地砖上。今天不做出半个时辰的平板指称，谁也不准起来吃饭。我操！把车轮当呼啦圈摇，这特妈也行？这腰力，这核心，谁看了不想当昏君呢？为什么？简直太欺负人了！老子堂堂国公之子，竟然要在这里做平板支撑！公子息怒啊！那太后只不过是一介女流之辈，如今侥幸登基，嚣张不了多久的。
只要公子今晚在他的药膳中下点东西，等今晚您得了手，只要太后怀了孕，您就可以父凭子贵。到那时候，当上皇后，那是早晚的事。放屁！什么皇后？她一介女流之辈，凭什么能当皇帝？哈哈哈哈哈！她能当皇帝，为什么老子不行？等老子今晚让她怀上孕，她安心生产之日，便是我们赵家起兵造反之时。这大景的天，该变了。皇上，赵贵人要在你今晚的药膳里下春药，她想让你怀孕，然后等生产那天谋朝篡位。新手段，有趣，那朕陪他玩玩。陛下，这是臣氏专门为您亲手熬制的赵家祖传秘方，陛下日夜操劳，快请趁热赶紧喝了吧。小李，别跳了，快过来。小风，你也停下。赵公子带了美容养颜的好东西，你们俩也过来，大家一起喝。陛下，这万万不可啊！这是臣氏专门给陛下熬制的，他们身份极微，怎么配吃赵家的秘方？臣氏多谢陛下圣恩，陛下对臣氏太好了，臣氏遵旨。陛下，北戎使者来信。朝阳，跟朕走。小宝贝儿，别跑啊！快让老子亲一口！开门啊！放我出去！小宝贝儿。啊！陛下，微臣有些不明白，明明只是赵公子一个人下药犯错，您为何连李公子和封公子一起惩罚了？朕早就派人调查清楚了，他根本不是什么世家子弟，他是北戎派来潜伏在朕身边的死士奸细。至于那个跳舞的李绿茶，他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他们进宫都是为了要朕的命。微臣失职，竟让奸贼混入后宫，险些害了陛下，微臣罪该万死。行了行了，快起来，这能怪你吗？坏人脸上又没写坏人2个字儿，要怪就怪这些该死的臭男人，他们实在太坏了。去，你说他们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大景的女皇陛下，实不相瞒，本汗的30万铁骑此时不过是在京书城外欣赏南朝的风光。本汗向来仁慈，实在不忍心看到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北戎可汗贵为一国之尊，却亲自涉险踏入我朝大殿，应当不只是为了赞美我朝的风光。今日前来是想怎么个和谈法？本汗今日亲自前来，不赌城池，也不要大景1两军饷，免得伤了南朝百姓的元气。今日咱们只设3局2胜的君子之约，若是大景输了，那就请女皇陛下以及朝阳长公主屈尊移驾到本汗的外馆寝宫里，陪本汗彻夜上谈。当然，若是诸位赢了，我帮年年称臣，岁岁纳贡，这桩买卖，陛下觉得可还划算？你放肆！在我天朝上国面前，
尔等宵小，竟妄图亵渎圣体！陛下呀，北戎来势汹汹，若是硬赌，一旦输了，国家脸面荡然无存。微臣恳请陛下派昭阳公主去和亲。公主和亲，自古有之啊！是啊，陛下，请长公主为了大局，答应去北戎和亲吧。自古有之，为了大局，你们怎么不去和亲？哼，这个赌局，朕接了。陛下爽快，既然如此，第一局便比试飞花令，以花字为题。大漠风沙花断飞，北戎铁骑踏南挥。这蛮夷自创的诗句虽无深意，但字句格式对仗的极工整。我朝文人作诗向来重意境，一时间竟找不到字数韵脚完全吻合的现成诗句去对。陛下，微臣无能啊！是啊，这流氓句式根本对不上，第一局悬了。满朝文武，泱泱大景，谁愿应战？让我来试试吧。不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道他也是穿越者？好工整的对仗，把漫天飞雪比作梨花，精辟，实在是精辟。陛下，此人就是江流。宫廷玉液酒。启奏陛下，臣不会饮酒。不应该啊，全国人民都知道啊。其变偶不变。陛下恕罪，臣愚钝，实在不知陛下所言何意。行了行了，起来吧。不应该啊，他怎么会这首诗？江流，这首诗是谁教你的？回陛下，自然陛下您教的。我。快走吧，之后或许你俩就要一起亡命天涯了。我这儿没什么好送给你的，这是我无聊的时候整理的一些诗词歌赋，你们路上看，解解闷。上官学士的大恩大德，日后定会好好报答。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们要是被人抓住，不把那蛇人说出来就行了。我靠，忘了还有这么一茬儿。哼，本豪没时间听你们君臣在这里絮絮叨叨。这一局不算。你放肆！北戎可汗，白纸黑字的赌局为何不算？难道堂堂北戎之主竟然输不起吗？就是，凭什么不算？本豪乃是北戎可汗本人，按规矩，大景也要出最高的网。接下来的比试得由女皇陛下亲自来。我操，还有我的事儿！荒谬！这白朝小儿都说了，这句诗是我朝当今圣上昔年所作。既然是圣上所作，这一局怎么能不算？难不成北戎可汗堂堂一国之尊，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输不起吗？行了，都退下。既然可汗有这个雅兴，来，接着来，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9年义务教育的含金量。陛下好魄力，不过这第二局，本汗不比诗词歌赋，咱们比算学。算学胡闹！我朝向来以诗书文章取士，那算学不过是下九流的墨迹。是啊，朝中那些修习算学出身的算官，毫无升迁之望，连上殿的资格都没有。比算学，老娘在现代好歹是个顶级黑客大佬，连1000万级的代码程序都写得明明白白。今天还能算不明白你们古代这点过家家的题？此乃我北方神算师所出的神题，今有赤兔同龙，上有35头，下有94足，问赤兔各几何？1炷香时间内，请大靖女皇亲自给出解答。你管这叫神题？陛下，莫不是被这神算题给吓傻了？完了，
急火攻心，失智了。快，传太医！行了，不用传太医，朕只是觉得好笑。这就是你们北戎引以为傲的神算，不就是鸡兔同笼的题目吗？陛下，臣早年间研习过一些异域术数，请准许臣代替陛下试一试。那可不行，刚刚说好了是两国的君子之约，这一局必须是大景女皇陛下亲自给出解答，旁人若代劳，便是大景认输。完了完了，陛下龙体尊贵，哪里学过这种术数？看来这一仗大景在所难免了。陛下，依微臣看，不如让朝阳公主今晚就准备和亲的事宜，如此才比较稳妥。你们谁要是再敢谈和亲这两个字，朕现在就砍了他。倘若陛下真算不出来，那也无妨。今晚便收拾一下衣物，陪本寒去那塞外走一走，看看我北戎的大好风光，如何？行了行了，少在这里做梦。老娘可不是明宝宗，现在朕将直接给你最直接、最直白、最不绕弯、最一针见血的回答。女皇陛下，你可别一下子算个3天3孝，本寒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你只有这一炷香的时间。谁说要用3天3夜？你就是给他们3天3夜，看他们能算出来吗？那总不能是7七49天吧？若真要那么久，本寒在京外驻扎的30万军队，这期间的粮草可就要劳烦女皇陛下垫付了。陛下，要不咱们先退朝，好好招待北戎可汗，之后立刻张贴皇榜，邀请全天下的能人异士前来解题。不用，陛下，若真能免除我大景两朝之战，朝阳自愿做那和亲之人。朝阳，不可！你我缘分已尽，若有来生，我定不负你。好了好了，朝阳，赶紧起来吧，怪肉麻的。可汗，不用一炷香，朕现在就告诉你，朕的答案是。朕的答案是，陛下三思啊！若答错，后果不堪设想。阿西吧，你要是再敢打断朕的话，朕现在就派人把你送到净生房，让你变成死太监。难怪现在的短剧，一句话能说清的事儿，硬能演上100集，原来全是有迹可循的。朕的答案是鸡23只，兔12只。怎么会？难道你真的是圣女？这不可能啊！此等神题，我朝也是近期才得一位神算子耗时数月方才算出，你怎么会？天佑我大景啊！陛下圣明！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朕最讨厌的就是事后道歉。陛下，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设个未知数就能解决的问题，看把你们精的。何为未知数？如何是？想学啊？朕教你啊。术数之学博大精深，方才这一题，陛下或许只是在某本古籍中侥幸见过，凑巧答对罢了。这碰运气的算学，当不得朕。可汗，咱们都说了这么久的话了，你饿不饿？要不朕先让人摆宴，咱们先吃饭，吃饱了再接着比，行不行？陛下，此乃两国邦章大朝会，理当注意天朝仪态。行行行，听你的。可汗，那这最后一局，你又准备比什么？大景注重诗书，我北戎却尊崇力量。此雄狮重于千金。这最后一局，咱们便比武艺力道。两朝派人下场，谁能将这雄狮抱起，顺着离坤对前坎艮震巽走上3圈，再反着倒走3圈，便算赢。起！千金之物落地无声，这北戎可汗的力道未免也太恐怖了。朝生不是羸弱属死，谁能抱得起这千金之物？这局输定了。这有何难？不过可汗，要是朕也找个武将过来，抱着这玩意儿走上3圈，顶多也就是个平局，没什么意思。哦，
那依女皇陛下的意思，当如何？若朕不走动，就站在朕这龙椅旁，仅凭朕这一只手，就能将台下这千金石狮子给生生拿起来，是不是就算朕赢了？哈哈哈！陛下莫不是在说笑？你若真能站在高台之上，仅凭单手拿起台下的千金石狮，本汗不仅认输，大军立刻掉头北返。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杠杆。难道陛下是仙女下凡，定是天生神力？起！还当真有什么神力？不过是逞口舌之快，毕竟是父老人家，不懂分寸。陛下有何指教？你竟敢公然殴打朝廷重臣！大爷，你睁开眼看看，这是谁的朝廷？要是只会在这里逞口舌之快，等会儿朕把这玩意儿提起来，第一个压在你身上。哈哈哈，本汗实在没想到，大景的女皇帝竟然完全不受世俗礼教的约束。礼教这种东西，本就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如果朕愿意，这天下人遵循的约束，朕随时可以重新制定。可汗，给朕一炷香的时间，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人。女皇陛下，你在这大殿上搞的是什么阵法？难不成仅凭这几根绳子和几条木材，就能把这千斤重的石狮子给变轻了？这究竟是要干什么？谁知道？难不成皇上还想用这绳子把石狮子背起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陛下，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赢了2局了，此时就算败了，让大臣们和可汗在大殿上继续扯皮争论一下也没什么。可若是让北戎知道我们文强武弱，在接下来的和谈中，我们可太被动了。哈哈哈，本侯今日倒是要好好看一看，你们大景的女皇帝究竟是要怎么在这高台之上，单手将这千斤石狮子给举起来？那你可看好了？本汗翘首以盼。列位快看，石狮子！石狮子竟然真的浮起来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陛下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单手提千斤，这绝非人力可为啊！这怎么可能？你一个弱女子，竟然真的单手举起了这几千斤的石狮子！朕听闻，可汗在北方是凭借力量夺下汗位。如今看，朕这力量与可汗相比如何？况且，朕根本不用费力。朕让你北戎上来，你北戎就得往上走；朕让你北戎下去，你北戎得给朕下去。吾皇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此次北戎来犯，长公主昭阳运筹帷幄，御敌有功。即日起，册封昭阳为大景国丞相。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启奏陛下，南方遭遇百年大旱，臣恳请陛下立刻大开国库，开仓赈灾。准了准了，户部即刻拟定拨粮批文，退朝。陛下，拨粮的批文已经盖印送往户部，将刘正在督办第一批赈灾粮。累死我了！昭阳，收拾下东西，跟我一起去南方看看去。陛下是想微服出巡？微服出巡个屁！传朕旨意，调皇家龙辇天子仪仗随行，
朕要坐着皇家马车，堂堂正正、大张旗鼓的去视察民情。朕就是要让南方的那些地方官看清楚，皇帝的豪华座驾正停在他们的地界上。有豪车不坐，坐网约车，我有病啊！陛下，有个老人倒在了马车前。太医，快传太医！多谢贵人救命之恩。大爷，你多长时间没有好好吃过饭了？3年了，整整3年了，草民已经10多年没有尝过肉味儿了。爷爷，你记错了吧？咱们年前不是才吃过肉吗？大胆，竟敢在天子御前信口雌黄，犯下欺君之罪！够了，退下！传朕旨意，将马车上随行所有的皇家粮食全部卸下来分给百姓。立刻在城门口架起大锅，烧火施粥。陛下，小孩子心思单纯，肯定不会撒谎。那老汉明明年前吃过肉，今日却在御前哭穷，这分明就是欺君大汉3年，卖儿有女啊！干什么？怎么抢走整桶？你们不是吃粥的吗？一碗老子吃不饱，多吃几碗怎么了？慢着，让他走吧。陛下，外面那些人竟然直接把整桶的粥给搬走了，这哪里是什么灾民，简直就是一群刁民！行了，别气了，传令下去，让生火的工匠再熬一桶。这一次，朕跟你一起去。都给老子好好排队！朝廷的粮食是拿来救命的，谁敢作乱插队，一口粥也别想喝！挤什么挤？没看见爷饿着呢！闪开闪开，这锅粥爷包了！站住！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你刚才已经抢妥了一桶，后面还有这么多百姓等着用膳，你凭什么又来抢？先来后到，小子，老子的拳头就是先来后到！哈哈，好粥！又是这个阎王，这怎么这样啊？哪个王八蛋不长眼？哎呀，不好意思啊，大爷，真是不小心手滑了。不过你刚才不是嚷嚷着要包下这整桶粥吗？这可是本小姐亲自加了料的特式营养粥，分量管够，拿去喝吧。哎呀，造孽呀！好好的一锅白米粥啊，你这个恶女，居然往里面掺沙子，这让人可咋吃啊？疯娘们儿，你把我们当畜生喂呢？这全是泥沙的汤子，是人喝的吗？就是，你这分明就是存心要害死我们。本小姐施的粥就这个味儿，爱喝喝，不喝给老子滚！妈的，给脸不要脸是吧？兄弟们，朝廷拿这种脏东西来羞辱我们，这是要把我们活活毒死啊！乡亲们，这粥不能喝呀！这女人心肠歹毒，咱们把这破粥棚给砸了！听闻当今龙椅上坐着的也是个祸水娘们儿，根本不管咱们的死活。咱们把这2个女人抓起来卖掉，大家才有钱去买干净的米吃。就是，砸了粥棚，抓了女皇帝卖钱换粮食。
大爷，你啥眼神啊？回咱们州的疯娘们在那里呢，你打老子干啥？动这口锅，就是要了我们这些人的命！乡亲们，这几个畜生想砸我们的锅，跟他们拼了！你看你嘴上都能流出油来了，天天来抢我们的粮！你个吃饱了撑的闲脏，我们都快活活饿死了，你还嫌个屁呀！打死他！好粥，好粥啊！多谢大小姐救命之恩。大爷，这里面明明都是泥和沙子，硌嘴的很，怎么可能好喝呢？小姐，这桶粥已经彻底脏了，要不我再去让后面重新弄一锅干净的过来。不必。对，大小姐说的对，不必。乡亲们，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这才是菩萨心肠啊！大爷，这粥里全是泥沙，怎么就成了大智慧和菩萨心肠了？小姐有所不知，只有这掺了沙子的粥，城里那些衣服干净不缺粮的体面人才嫌脏不来跟我们抢，那些恶霸才不会成桶的往家里搬。只有这样，我们这些没力气的贱民今天才能喝上一口续命汤啊！对，大爷说的对。多谢小姐的掺沙之恩，小姐英明啊！臣临安知府徐有才恭请圣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吾皇万岁！天爷啊！原来施粥的人竟然是当今的女皇陛下，难怪能想出这样的方法，原来是女皇陛下。之前那几个皇帝，哪个把我们暂民当人看过？大家都起来吧。大景的子民们，朕今日在此，看着你们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朕痛心疾首。过去的皇帝高居亮堂之上，天天看着歌舞升平，可曾有人来看过一眼这临安城外？那些高官厚禄之人不管你们的死活，才导致你们颠沛流离，受尽3年大旱之苦。但今天朕来了，朕既然坐上了大景的龙椅，就绝不会看着朕的子民被活活饿死。今日卸下的皇家粮草，管够！但这只是权闲之计。大水总有干喝时，大米总有吃完天。接下来，朕要在南方大薛官道兴建商埠，朕不要你们跪在这里乞讨，朕要让你们每个人都有工可做，有银子可赚。朕在此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跟着朕，朕一定会带着你们走上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致富道路，让你们人人都有饭吃，家家都有余粮，让你们的娃都能读书识字。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微臣有一事，实在不吐不快。今日往粥桶里掺入脏沙，以劣驱良，瞬间逼退了那些作恶的假塞民。此等不符合圣贤书的奇招，陛下究竟是如何想到的？你觉得灾民还算是人吗？曾经有本古书上记载过一个贪官，名叫和珅。这位和大人说过，行将饿死的人就已经不能算是人了，是畜生。既然是畜生，只要能活着，管他是好的坏的。这掺了沙子的粥，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好东西。只要能续命，什么草根、树皮、泥土，他们都可以吃，都能咽得下去。这位和大人，真乃有大智慧啊！陛下的行为，更是甘愿替朝廷背负一世骂名，也要救下这一城的百姓。江流受教了，这些血淋淋的生民疾苦，确实是圣贤书中绝对没有的东西。朝阳，你这个驸马，天天关在京城里读圣贤书，都快读傻了。陛下说的是，臣平日在府里瞧他，他也整天抱着那几本破书。上回臣把他的砚台换成了砚台模样的点心，他另是沾着墨水给吞了3块，愣是没吃出味儿来。公主，那都前年的事儿了，怎么今天在陛下御前还提呀？行了行了，你们两口子少在朕面前嚼舌根。朝阳，
这次等临安府的灾情稳住了，先别让江流回京驻职了，当个知县历练历练，多踩踩底层的烂泥巴。江流有大才啊！微臣领旨，谢陛下隆恩。陛下，夜深了，怎么还不歇息？朝阳、江流，你们过来看，我想在这儿修条路。陛下，临安的灾民今天才刚吃上一口饱饭，城内百废待兴，国库也紧巴巴的，好端端的这时候修什么路啊？微臣实在不明。明天朝廷挪不出粮了，他们怎么办？等下一次天灾再掉下来，还能如何自救？陛下想的是长远之计，今天只是临安一城受灾，朝廷挪用军粮还能勉强应付。若是同时在多2城发生饥荒，国库就算彻底荒工，也无力支撑。可即便如此，这条路偏偏要绕过这片荒山。陛下您瞧，这山上连年寸草不生，连个活人都没有。把大把的银子和人力砸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能有什么用？这不是白白浪费钱粮吗？江流，如果只看眼前，这里确实是一座荒山。但如果你把目光往西移30里呢？从这座山头往西，方圆100里的南北官道一览无余。往北，长江得堤，尽收眼底。若是发生战争，百姓无处可去，这座山就是最好的堡垒。行，微臣这就去城里请相熟的工匠上山。慢着，不用找什么工匠，外面不是有大批县城的灾民吗？就找他们。灾民，陛下，修路建房这可是手艺活，这些人平日里只知道种地，他们能行吗？况且，这么多人的工钱，朝廷又该按什么标准去算？5两银子一天，包吃住，顿顿都要有肉。一天就5两，微臣在京城当差，累死累活，1个月俸禄才6两银子。陛下，朝廷设立粥棚，给他们一口热粥喝，对他们而言就已经开恩了。自古以来，从没有哪个帝王这样对待过底层的百姓，您给的太多了。朝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前的帝王不敢做，不代表朕不敢。朕今日就是要成全这天下的百姓，做这古今第1的女皇帝。陛下，一天5两银子还管肉，这消息若是传回京城，让朝堂上那些墨守成规的老狐狸知道了，弹劾的奏折判把行宫都给堆满。无妨，嘴长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骂去，只要能让这些百姓安居乐业，朕这一趟也算没白来。江流，你先别走，去办另一件事。陛下请吩咐。传令下去，派人去城里所有的窑厂，高价把他们烧窑生下来的石灰粉废料全部买下来，再去城里的铁匠铺，把能买到的铁条全部盘下来，把这些东西全部平铺修进路基里。买废料和铁条？陛下，这古往今来修路都是用碎石、泥土、夯实，您用这些材料，微臣真是闻所未闻呢。这能行吗？灰粉遇水则凝，会变得比石头还硬。若是再把铁条像骨头一样修进路基里，这路可保1000年不坏。微臣明白了，我这就去办。可陛下，工钱一天5两，还要高价收铁条，这源源不断砸进去的钱到底从哪里来？朕现在写一道圣旨，你让许成才拿着它去临安城，挨家挨户找那些富商要钱，每家大米1万吨，白银20万两。20万两，数目太大了。若是他们抱团抗旨，死活不给怎么办？不给，那就直接抄家。最讨厌的就是这帮狗资本家。各位，大家都过来，都往这儿靠一靠。当今陛下仁慈，得知临安大旱，特赦以工代赈修筑官道，1人1天发工钱白银5两，吃饭管够，顿顿有肉。选我，大人选我！大人，小人力气大，能搬大石头，选我吧！大人，俺家孩子快饿死了，给个营生吧！大人，小人想挣点钱，给已故的双亲买口好的棺材，让他们入土为安啊！参见女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家都起来吧！朕今日周公修路，但有一条规矩：这次修路，身强体壮者一概不取。本朝官道
只招老弱病残。只招老弱病残，这没力气的人怎么修路啊？陛下，选我吧。老汉的儿子已经在荒年里没了，家里还留有一孙，求陛下给老汉一个营生，让老汉能养活那根独苗吧。所有人听令，老弱病残和身体健康的分开，排成2队。朕问你们，可愿从军保护临安这一城百姓？愿意从军的，现在就去江大人那里登记报名；若是不愿从军的，朕也绝不勉强。朕会命人留下来，教你们如何经商。陛下，自古商人重利，若教这数千人经商，臣担心他们以后怕什么？大景要国富民强，就要先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这天下大计的改革，就从这临安城开始。虽然规矩是明天开工，但今天已经过了半天了，朕不能让你们白来。每人现在过来领1两银子，另外，所有人今天都有肉汤喝。多谢女皇陛下！女皇陛下！女皇陛下真是菩萨转世啊！救苦救难的女皇陛下万岁！陛下真是菩萨转世啊！救苦救难的女皇陛下万岁！陛下，不好了，出大事了！你慢点说，什么大惊小怪的？灾民，外面那些修路的灾民把山给挖漏了，现在那山缝里正源源不断的往外流黑水。黑水？不止如此，现在工地上全乱套了，好些年纪大的老人都跪下了，非说是咱们开山凿路把山神给惊动了。那流出来的黑水是山神的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山神血？走，备车，朕亲自去看看。陛下，您可算来了！您瞧瞧，这地底下流出来的全是这种黑水啊！我们凡胎肉眼，定是惊动山神爷了。这山怕是万万不能再挖了呀！这是石油。都起来！这不是什么山神的血，此物名为石之水。敢问陛下，何谓石之水？就是，总之，这是利国利民的至宝。江流，即刻调派200官兵，将这片山头给朕死死围住，让工地上的人继续往下挖。若是人手不够，立刻去城外继续招收流民百姓。但你们给朕记住了，此山挖出石之水之事，任何人不许向光外界透露一个字，包括你们的父母妻儿。若有泄露消息者，朕直接把他扔进这黑水里淹死。还有，这山里的石之水皆属大景朝廷所有，凡是有人敢私自往家里运送，或是私底下买卖者，全部按倒卖私盐论处，满门抄家。听明白了吗？好民遵旨。江流，调过去的重甲兵给朕分成3班，12个时辰轮流死守矿缝。另外，让挖矿的灾民晚上全部回营地休息。传令下去，任何人绝对不许带半点火星上山，听懂了吗？火星也不行。微臣领命，定让那山头上不见一丝明火。陛下，您如此大费周章的封山招人，究竟是要做什么？朕要做工业革命。陛下，这黑水里蒸出来的味道如此刺鼻，当真是利国益民的至宝。江流，把提炼出来的这一罐带走。至于锅底剩下的那些黑色粘稠油渣，一滴也别浪费，全部给朕运到修路的工地上。神火，这是陛下引下来的神火啊！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都起来！这不是神火，这是你们白天亲手挖出来的力量。从今天起，朕要让这天下所有的黑夜彻底消失。
朕这次在临安开掘出了大批石之水，此物经朕提炼，不仅能化作火油，更能将泥泞路面铺筑得平整如镜，坚硬如铁。地底腥臭难闻之水，竟被陛下当成了至宝。看来陛下此行定是被临安那些讨要赏银的流民给蒙蔽了。何止，那踩不坏的黑官道更是天方夜谭。自古以来，哪有妖水能铺路的？满朝文武也就咱们陛下天天折腾这些奇淫巧术，荒谬。报！800里加急！东海急报，樱花州3万倭寇，300条战船已撕开海防，距离临安海岸不足30里。陛下，此时万万不可迎战啊！臣恳请陛下立刻遣使和谈。樱花州临海作战能力强，我们恐不是对手。请陛下下旨和谈。什么意思？陛下，臣等是为了大景社稷，我们大可通商修好，以沿海为界，将岭南诸省划分出去，如此两边皆可免于战争。皇上您依然是这天下的共主啊！好了，来人，将此人拖下去，杖毙！请陛下开恩，陛下三思啊！岭南诸省是我大景的土地吧？岭南的百姓亦是我大景的子民吧？你让朕把大景的土地和子民分给樱花州，你这是何意？是要国家分裂，还是你早就受了樱花州的好处？此等大逆不道之言，朕听了甚是吃惊。不必多言，拖下去，杖毙！陛下饶命，臣知罪了，陛下饶命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视？小小弹丸道国，竟敢染指我大景！调遣兵马，朕要御驾亲征，灭了樱花州！臣遵旨。陛下，海风肆虐，波涛汹涌，您竟还要在战船上动用这等遇火即爆的腥臭妖水！臣斗胆直言，此举必会惹怒海神，招致整艘船覆灭之灾呀！将士们，你们看看这脚下踩着的黑水管道，陛下不仅要拿你们的性命去赌御驾亲征，还要在茫茫大海上用这妖水点火，一旦爆炸，整艘船都将化为乌有，你们连个全尸都留不下来啊！惹怒海神，化为乌有。两位御史，你们连这炮艇里喷出来的是什么都没见过，就敢在这儿替朕断言三军的生死了？臣虽不懂此物，但深知自古海战靠的是猛虫巨舰、强弩火箭。陛下强行在海战用这地底死物，不仅是对将士们的不负责，更是要将我大景的最后一点国运断送在这东海之中。朕今天就让你们一群只知道纸上谈兵的老葫芦开开眼！江流、朝阳，把前方3里外的那座荒郊给朕定为靶心。末将领命。诸位看好了，这一炮会很帅。欢迎来到大景王朝！全军出击！开火！罪臣代表樱花州上下，正式纳土归降，愿献出所有土地与金银。我樱花州愿生生世世为大景朝的奴仆，永不反叛。从今日起，世上再无樱花州，后世子孙不必再出国赏花。Oh heavens, you lot who've never seen the world! You cannot comprehend refined speech, and your ignorance is nothing short of ridiculous. 放肆！哪来的黄毛番子，竟敢在太极殿上满嘴喷废，说这种听不懂的鸟语，还不速速给陛下跪下！
Shut up, you ignorant yellow monkeys! You cannot even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the civilized world. A female ruler means the country is weak and pitiful. 这洋鬼子叽里咕噜的说啥呢？是不是在骂我们呢？陛下，虽然臣听不懂这番邦蛮夷的牛语，但他方才那副轻浮眼神和下作的语气，绝对是在当朝羞辱陛下。臣请将此人拿下治罪。陛下，大朝天威绝不容恶奴羞辱。姐当年考雅思听力拿满分的时候，你祖宗还在黑锅坊里拧螺丝呢。陛下，此人孤身入殿却毫无惧色，看其穿戴举止，不过是仗着海外有几艘破风战船，真以为我大景无人能治的？陛下，昔日那樱花州3万倭寇来势汹汹，已被我大景10支水神炮轰入海底。如今满朝文武皆站在陛下身后，这番邦黄毛若敢有半分异动，臣等定与他死战到底。唉，老外这杀伤力从古至今都不行啊。Do you really think no one in the Empire can understand your filthy words, you arrogant bastard? 你竟然听得懂？误会，都是误会。不对，樱花州战败，那是他们笨蛋粗心，他们只是一群弱小的海盗。我们日不落帝国皇家舰队才是世界第一，大景依然很弱。你们要是不签这份通商条约，我们的大铁炮把你们海岸线全部轰平！我呸！放你娘的番邦狗屁！居然还敢当朝威胁我大景！番邦无礼，真当我大景海岸线上的神武大炮是摆设？恐吓、扯皮，很好。朕今天就亲手打碎你那所谓皇家舰队的骄傲！江流、朝阳，带他去临安基地见识见识。等等，放开我！大景女皇，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什么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我们帝国至高无上的科技结晶，大航海时代的超级密码航海仪，里面有10万种齿轮组合。如果你们大景解不开，你们就只是一群运气好的野蛮人，根本不配跟我们谈条件。这是什么暗器？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铁咬子，莫非藏了什么火药毒箭？解不开吧？这是科学，是真理。哼！没有我们帝国顶级工匠的钥匙，谁要是强行拆开，他就会当场彻底锁死。大景女皇，你敢试吗？我当是什么高端局呢？姐大学时候为了劳玩，亲手用3D 打印机做过一个21轴的陀佛轮机械表。拿这种小孩子的玩具来敷衍朕，江流、朝阳，把这堆洋垃圾和这个蠢货一起带上，去临安基地，朕让他见识是什么叫真正的钢铁巨兽。不，这不可能！没有风帆的铁船，用黑色的水当燃料的钢铁怪兽，这是地狱，这是魔鬼的军队！你们不是古老落后的国家吗？魔鬼，洋鬼子，这是我大景陛下的黑金工业化，就凭你们那几艘烂木头船，也配在我大景的海岸线前叫嚣？看完了朕的玩具，现在把这份条约给朕签了。陛下，大景女皇陛下，这上面全是汉字，微臣看不懂啊！求陛下赐予同意，告诉微臣这里面写了什么吧。第一，日不罗国割让3处海外重要贸易港口与我大景，驻扎大景铁甲舰。第二，赔偿我大景军费白银1000万两。第三，凡日不罗国之船只进入大景海域，关税翻倍。不，这太不公平了！这是抢劫，这是不平等条约，
我国王陛下绝不会答应的。原来你们也知道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啊？不签，那朕下个月便亲自10艘黑金铁甲舰去你们日不罗国的泰晤士河畔，用大炮教你们国王怎么写大井的方块字。签还是不签？朕早就听说过，在海的那边，以日不罗国国力最为强盛，甚至比大井还要富有。但是尔等蛮夷却不通教化，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大井女皇，你们大井不是自诩离异之邦，口口声声要推行王化吗？怎么如今的你们，却变成了把屠刀朝向人民的屠夫，用那种黑水妖火将我们的将士烧成灰烬？这难道就是你们的仁义？兵者，凶器也。加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好一句，加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圣明，大井出兵，非为掠夺，实为平乱。黄毛番子，你这满手鲜血的强盗，怎配与我大井女帝谈仁义？若无绝对的武力防身，大井的百姓便会被尔等践踏蹂躏。比起什么疆土王道，百姓的安康不是更为重要吗？今日朕便问一句：尔等蛮夷，可愿为大井朝仇俯首？大井女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我靠，回来了！在大井昭过了好几年，现在才过了4个小时，合着那一切真的只是个全息游戏。恭喜玩家帮我们找到了游戏中的 bug， 现在我们将给玩家发放5000万奖金的彩票号码作为奖励，07、12、19、23。我靠，5000万！玩个游戏得了5000万，那还等什么？我先去兑奖。